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麦宝。在上次我们拍配对遥控器的那一集，那我们配好之后，遥控已经可以用了。可是后来发现，用遥控器去开关门的时候，主驾驶座这边的中控马达没有反应。那今天我们就要来找出这个原因，然后来解决这个问题。那我们再来看一次这个主控马达有什么问题。我们现在按遥控器，有听到其他门作动的声音，然后主驾驶座的马达没有反应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因为我们所有的门都是跟着主驾驶座这边的马达做联动的。主驾驶座这边关，它就关；主驾驶座这边开，其他的门就开。那当我用遥控器去开门的时候，其他门关了，然后发现主驾驶座没有反应，因为它是跟它做联动的。我按关，主驾驶座它没有关，其他门关了之后，发现主驾驶座它还是开的，它就会马上又跳起来。那反过来也是一样，假设我今天主驾驶座是关的，我给它打开之后，其他门跳开之后，发现主驾驶座是关的，它马上又会关起来，所以其他门的马达都是看这个主控驾驶座的马达下去做动。那在上次配对遥控器那一集的最后，我有讲到，这可能会有3个原因。第一个是接收主机是坏的，第二个就是驾驶座这个中控马达是坏的，然后最后一个原因就是主驾驶座这边的线路可能有断掉，导致它开关的时候电送不过来，它就没办法做反应。那因为我用遥控器开关门的时候，其他的门是有做动的，所以那个接收主机应该是没有坏。那可能就是第2跟第3个原因，就是主驾驶座这边的中控马达或者是线路。那我们要一个一个来查找原因。那我们先把这个主驾驶座的中控马达给它拆下来。好，现在我们把中控马达拆下来了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4条线，有2条蓝色的，然后一个红色的，一个黑色的。这2条蓝线就是控制马达作动，就是送正电负电进来的。黑色的应该是讯号线。我们看到这2条线啊，它就是永远带负电，然后当要控制它里面马达的正转或反转的时候，这2条蓝色的负电就有一条会变成正电。比如说是开的时候，上面这一条正，下面这一条负，它就正转，然后关的时候变成下面这一条送正电，上面这一条负电，它就变成反转，大概是这个原理。然后把它拆下来测试给你们看，顺便看这个中控马达有没有坏掉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手动给这个马达送电，看它会不会有反应。我现在手动送电，它马达是正常的。我镜头拉近给你们看一下，这边正电，这边负电，然后它跳开，然后反过来，这边送负电，这边送正电，它要关起来，有没有？好，那我们刚刚就是手动给它送电，测试这个主驾驶座的中控马达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那我刚有提到说，它这2条蓝线，它就是永远带负电，就是它要开或关的时候，就会变成一边送正电过来，然后另外一边保持负电，然后反过来就是另外一边送正电过来，另外一条保持负电，就是这样子去控制开跟关。好，那我这样子讲，可能各位还不是很清楚。
那我来测试一下中门给大家看一下。除了主驾驶座的中控马达它是4条线之外，其他的门的马达都只有2条线。例如这个中门的马达，它就是靠中门这个门碰开关这2点送电进来。那这2点是永远都带负电的。然后我量给你们看。好，我现在从车上的电瓶引正电过来，然后中门这2点。我们先碰下面这一点，现在电压 12.99， 然后上面这一点电压也是 12.99。那我刚量给大家看，就是这2点就是永远带负电，然后当那个接收主机要来控制这个门的开跟关的时候，那接收主机上面的2个继电器，它就会去改变这2条线的极性，就控制这2点就是变成一正一负，或者下面正上面负来控制门的开跟关。那我们刚测试完主驾驶座的中控马达，它是有正常作动的，所以它可能是没有问题。那再来就是我们要来检查是不是这个线路的问题。那这个线路因为它经过门这边进去开关久了，里面的线可能会断掉，导致它电送不过来。可是量车的时候是有电压的，可是量得到电压不代表它电送得过来。我可以测试中门给各位看一下。像这种老车有时候因为太脏，然后导致它电不顺的话，电送不过去，中门的马达就会没有反应。可是量测是有电压的。好，我们现在隔着一张卫生纸，然后来量测。我们看到电压 12.98， 还是量测得到电压的。那我们现在用这个卫生纸挡住，然后模拟说这2个触碰开关就是很脏的时候的情形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用一张卫生纸挡住那2个电极，然后我们来测试一下。其他门有作动，我挡住的这位门已经没有反应了。我开窗户给各位看。所以像这种老车，有时候其他门的马达没有反应的时候，有可能是这个触碰开关这边就是很脏的，卡了很多灰尘，然后送电不稳，它就没办法做反应。只要把这个电极擦干净，或者拿东西把它刮一刮，它就会正常了。好，那我们测试完之后，知道如果它电送的不稳的话，这个马达就没办法做反应。所以我们现在要来检查这个主驾驶座这边的线路是不是有断掉，导致电送不过来，它没办法做反应。好，那查找这个线路啊，真的是一个很累人的工作，因为它就是缠了很多胶带，那你就要把它全部都拆掉，还要去抓它的线路到底是哪一段出了问题，就是还蛮费工的。那等我把这边线路都拆掉，然后看可不可以找出问题，然后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好了。那我就赶快施工吧。好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主驾驶座这边的线啊，它接了很多段了，中间这边就已经接了一段，它不是一整条拉过去了。然后我先测试一下这个接点电有没有过来，电没有送过来，所以还要继续往前查找。我们现在在找这个线啊，那个主控马达这边这2条蓝色的线过来，然后接到这2条绿色的线，这边就已经接一段了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边这2条绿色的线出来到这边，然后这边又一个接点，然后这边有一个接点，这线短短的大概20-30公分就接了3-4个接点，所以这种东西就很容易出问题。当初不知道为什么在拉的时候它是这样子接的，那也不知道是哪一段出问题，就只能一段一段的去测试。好，我们刚找那个线找了很久，然后一开始以为只是单纯的线从这个门后面这边经过，然后
开关久了把线夹断了，导致那个电送不过来。然后后来我一路找一路试，然后这个线往后，我又把后面拆了，到后面去，结果发生更悲剧的事。哦，那原本以为只是单纯的2条正负极的线，然后它一直往后跑，跑到这个鼓风机后面，然后就听到后面 Kiki 口口的声音，我就把它拉出来，然后发现这边还有一个防盗主机在这边，我先给它拆下来。那时候买这台车的时候，不但是没有钥匙，然后他也没有给我原车的遥控，连他那个额外加装的防盗主机的遥控也没有给我。他这个防盗主机藏在鼓风机后面，我估计卖给我的那个车商他也不知道这回事。那现在要查找线路就变得更加复杂了，因为这个防盗主机也没有遥控了，所以这个也没用了。我就要拆掉，然后把那些所有的线路全部找出来拆掉。好，那关于这个防盗主机啊，在上一集我配对那个遥控器的时候，我有提到现在德利卡有卖那种直上的防盗主机，它就是把原车的那个接收主机拆下来，然后买来的防盗主机就直接插在原车的排件上就可以用了。那这个前车主装的这个防盗主机，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买那种直上的，不知道是当时还没有出直上的防盗主机还是怎样，它就是另外再加装一个防盗主机在那边，然后线路又重新拉重新接，所以就搞得有点复杂，导致现在我要去查找这个线路的话，情况就变得更复杂了，就是要找非常久。好，那查找这个线路真的是一个非常繁琐的工作，然后又沉闷又无聊，那也没什么好介绍的，就是把线路全部找出来拆掉。然后刚刚影片前面我有测试给大家看，它就是主驾驶座这边的2条线跟其他的门做并联，就这2条蓝色的线，然后遥控的接收主机接送到遥控的讯号之后，就送正负电过来给主驾驶座的中控马达，主控马达做相对应的开或关之后，经过这个黑色的讯号线再传回去给其他的门，让他们做同样的动作。好，那中控马达做动的原理大概就是这样子。那些复杂的线路，我再慢慢的把它拆掉。那如果对这个电机没有一点概念的话，就会觉得很复杂很难，所以建议还是去外面给专业的保养厂弄。那如果你闲没事，你也可以像我一样自己搞看看，这也是一种乐趣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分享到这边，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我1秒钟几10万上下，在这边搞这个，还是花钱去给人家弄比较快。